这烙印可以镇压敌人的境界，是不是也可以提升我的境界了？是。我没问你，所以你就不说是吗？你确实没问我呀。大爷，我爹是放养我，他不是故意整我呀。你要长点心呐，我的敌人真的是很强大的，你这么搞我很难呐。好的。如果我死在这里，杀我者他爷爷。来，杀！你等退下。撤。叫姐。姐，怎么称呼？易安。姐，商量个事儿呗。说。你来做官选书院院长，我把塔爷给你，好不好啊？你做。我觉得我难当大任呢，还是你来做吧。你做，我帮你。姐弟齐心，天下无敌。姐，去那什么真神殿看看吧。走。大爷，芊芊现在情况如何了？慢慢在恢复，莫要担心。大爷，我父亲曾经是从这里杀进去的。是，当年小主就是从这里一路杀了过去。那一天，光城门这里便是死了数十万神灵，鲜血汇聚成河，千年未干。让你姐姐小心些，那锦衣男子是一位轮回者。让你姐姐小心些，那锦衣男子是一位轮回者。轮回者？就是前世是一位绝世大佬，这种人转世从修，在初期到中期无比的逆天，几乎属于没有任何瓶颈的那种。当然弊端也大，越往后他们越难提升，而且越往后他们所承受的劫难就越大，双倍的，因为这大道会将他们的潜意识也算进去。但是在前期与中期，他们绝对是无敌的存在。这种算犯规不？不算，因为他转世这一世确实只有这个年纪，岂不与别人相同？姐，最强的我来打。请。我尼玛，又要被群殴了呀！自己应该打最强的那个。叶公子，莫要说我等以多欺少，你也可以叫人。我杨家大家从来不叫人，从来不，除非实在打不过。你是没人叫是吧？我娘说过，一个以下儿子打，一个以上姑姑打。你确定要我教？听说你爹以前叫靠山王，那么你应该是靠山王中王。来，让我看看你的靠山。如你所愿。前来！老爹保佑我，爷爷保佑我，公公保佑我，他也就算了，这个坑逼。前来！小心他的剑！大爷，我到真神殿了，我杀到真神殿了。平心而论，你这不算是杀过来的吧？莫要进去！真宇宙闲坏规矩。大爷，该你们老一辈上了。你还不跑？跑？他们老一辈出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已经拦住阳族的强者。不是，韩前辈他们没有跟过来吗？没有。为什么呀？他们应该是被真宇宙的强者给拦住了。然后呢？然后你完蛋了。说好的年轻一代我打，老一辈的老一辈打呢？
也确实在打呀，没有骗你啊。玩人呢？现在怎么办呢？太爷，你是不是该表现一下了？哎呀，我就是一个塔，真的。太爷，你是不是该表现一下了？哎呀，我就是一个塔。完犊子了，彻底完犊子了呀！自己和老姐傻乎乎冲进来，现在被包围了。靠塔爷不靠谱，靠自己好像更不靠谱。仙妹，你能出手吗？以后能，现在不能。你要等我死了之后给我收尸吗？既然打不过，那就讲讲道理吧。神宇宙是输不起吗？我没有对你出手，殿内有阵法，你自己撞在阵法上，与我无关。你的剑有点不正常。先是单挑打不过，你们就来群殴。现在群殴不行，就拿剑说事。这就是真宇宙吗？这就是无敌了无数个时代的真宇宙？你拿着这柄剑，你觉得公平吗？我是剑修，不拿剑拿什么呀？那我们群殴又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你们单挑，我真不太好意思拿景道剑，但是你们要群殴，那我可就用得心安理得了。来，你们一起上。虽然我们双方约定老一辈不能出手，但是不代表你就可以对我们老一辈出手。现在你对我出手，我对你出手，乃是私人恩怨，与真宇宙无关。我操！真宇宙开始摆烂了。你们是真的一点脸都不要了吗？是你先对我出手的。太爷，你看，他们这么欺负人呢，你打他们呢？我就是个辅助，这打架确实不太擅长。老爹，哎，你境界提升后，他没有高你10阶。哭过。爷爷，自我起，我若有儿女，他们必姓杨，我子子孙孙都姓杨，我是杨家人呐。爷爷，哼，叫爹都没用，还叫爷爷。与大地硬刚，叶关自然不会那么蠢。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啊！他很清楚，他现在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一位大帝的，即使用行道剑也不行。毕竟他现在无法完全驾驭行道剑的力量。塔爷不靠谱，老爹不在，姑姑不在，没办法，只能叫爷爷了。好孙子，爷爷来了。他也是碰碰运气，但没有想到这爷爷真的来了。爷爷，爷爷在此。叶关人麻了呀，这爷爷看起来很不靠谱的样子。他现在知道塔爷为何有些太不正经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你爹与你说起过我们？没有，这个逆子。你很不错，不过比起爷爷当年还是差了不少。爷爷，那可是大帝呀，你爹没有与你说我有多厉害吗？塔爷说你以前放养老爹，说你不配做一个父亲。我操，大哥，你在瞎说什么呀？我何时说过这般话？你不要无中生有啊，会出塔命的。我就说我儿子怎么那么叛逆，老是有一些不好的思想。原来是你在教唆我。主人，借我10个胆我也不敢呀。您这孙子他坏得很。胡说八道，我看这小子懂事得很嘛，比他爹懂事。小塔，你不要说我孙子坏话啊，不然我就修理你了。阁下，我们爷孙说话，你多什么嘴？我爷爷这么屌的？不用震惊，所谓大帝不过蝼蚁而已。又来个装逼王。这是行道剑，很厉害的。厉害什么？就一把破剑。
怎么，你要跟我单挑吗？来，让我修理修理你。更不要脸！你想以大欺妾？叶关愣住，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行道间认怂。看来自己这个爷爷比自己想的还要强大呀！叶关眼珠转了转，得拍马屁呀，得让爷爷把这逼装的舒坦了。爷爷，那可是大帝呀！你竟然将大帝给秒杀了！天哪，爷爷，你实在是太牛逼了！你这小家伙不要拍马屁，爷爷不吃这套。大帝在我心中这宛如神一般存在啊，然而在爷爷面前却连还手之力都没有。爷爷，我给你丢脸了，你也莫要气馁嘛，毕竟你现在还很年轻，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候可还是远远我在你这个年纪时虽然也比你厉害了不少，但是也正常啊，毕竟你爷爷我可是10000年难得一出的绝世天才。嘿，要不是我当年跟着你，还真被你忽悠了。有一说一，杨家3代天赋最屌的绝对是叶关，当爹与当爷爷的属于拍马都赶不上，而且青山剑主那不是一般的惨，天天被追着打，头都快被打没了呀。爷爷，我有些好奇，似你这等绝世强者本该名扬万界诸天的呀，为何我从来未听说过你啊？你没有听说过我，是因为我那一代我的敌人都已经被我杀完了。问你一个问题啊，老实回答我啊。爷爷问，你方才说自你起以后后代都姓杨，想来你知道我与你爹之间的一些事情，你说是你爹错还是你爷爷我错？叶关人都麻了呀，送命题来了呀。小塔则是大笑起来，很是幸灾乐祸。塔爷说，爷爷你当初太不人道了。我操！但我觉得作为男人吃点苦受点难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塔爷说的也很对，放养是没错的，但是不能无脑放养啊，毕竟敌人太强大，无脑放养谁也顶不住呢。这些都是塔爷说的啊，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小塔，你承受了所有。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吧？爷爷，我们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他就不说两家话。老实说，放养是没有错的，毕竟从底层慢慢起来，心性与毅力都会得到锻炼，未来成就也会更大。就比如爷爷你吧，爷爷你能够走到今天，想来当年肯定也没少吃过苦，对吧？是的，爷爷放养老爹，初衷肯定是好的。爷爷希望老爹能够走到爷爷这个高度，这一点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啊，爷爷也应该注意一点，那就是父子之情。爷爷应该很少和老爹聚在一起，像我们爷孙这般交心聊聊吧。其实我觉得老爹肯定是没有怪过爷爷放养他真正怪的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呀，这才是他真正在意的。老爹一路走来怕吃苦吗？肯定不怕吃苦，但是爷爷却从未在他身边陪伴过他。爷爷也是被放养的？是的，我们的家族就这么变态的吗？一代放养一代？你说是你爹错还是你爷爷我错？我觉得陪伴是最重要的。在此之前，我与爷爷素不相识，对爷爷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可言，只觉得就是一个称呼。但此刻我有难，爷爷出手相助，这让我感受到了亲情，因此爷爷就不再是一个称呼，而是一种亲情，血浓于水的亲情。所以我觉得我们爷孙以后啊，可以多交流一下感情。爷爷，你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可好？你这小家伙呀，你放心，你好歹是我孙子，我岂会让别人以大欺小你？
这是一门剑技，适合你修炼斩天拔剑术。我要走了。爷爷，等等，我们再聊聊嘛。说着，他拉着青山男子就朝远处真神殿走去。退下！爷爷，打得过他们？你猜？爷爷无敌。哈哈哈！几剑能杀他？我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但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很不简单，而且也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神灵。当然，如果她敢出手以大欺小你，爷爷自会出面的。那时我可不会管什么别的，谁都别想动我孙子。青山男子的话让叶关顿时大为感动，这爷爷他认了，祖上还有什么能忍，我都认呐。你的起步很高，因此就更需要稳住。许多事情还得你自己面对，毕竟你的路只能你自己走，明白吗？你的路只能你自己走，明白吗？自己走得分情况，刚才那种情况就万万不能自己走啊！你这小家伙，你这心思比你爹还多啊！到了一定程度，是不是对芸芸众生所有一切都会看得比较淡呢？确实会这样。你觉得大地很强是吧？叶关点头，大地确实很离谱，即使他拥有行道剑，也绝对不是对方的对手。此人在这片宇宙也算是最顶级强者，但在我眼中亦不过如蝼蚁一般。若非他以大欺小你，他根本不会让我有任何出手的兴趣。爷爷是在装逼吗？修道如饮水，冷暖为自知。人生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得自己去经历。就如你自官选走到此处，实力也提升了不少吧？是，若是一开始我就替你出手，你会有提升吗？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得经历一番。若不经历分别，就不会有重逢的喜悦；若不经历死亡，就不会知道生命之可贵。简单来说，只要不被打死，就应该多吃点苦，多受点难，这样成长的才快。叶关无语啊，他发现这爷爷年轻的时候可能受过什么刺激，可能是童年不幸，有心理阴影，或者心理扭曲，而他现在明白老爹为何跟爷爷有点不太对头了。只要是自己爹，自己都不想认呐，太离谱了。我当年放养你爹，初衷虽是好意，但方式却是过于极端，因为有些事情却不该由他来扛，这也是我较为后悔的事情。还有机会补救啊！还有机会补救啊！补救？是的，儿子的事情虽然已经无法补救了，但是不是还有孙子吗？我们以后爷孙可以多交流一下，提升感情啊！小唐，以后让这小家伙多吃一点苦，莫要让他变得花里胡哨的。这小家伙有做靠山皇的潜力。好，非常好。爷爷，你觉得我说的如何呀？说得很好，我们爷孙是该好好交流一下，增进一下感情。那爷爷可否留下一个联系方式？你到时候若是想联系我，就问小塔，他知道如何联系我。你还未见过我姐呢，见见。好。
老姐，叫爷爷。爷爷刚才把一位大帝给秒杀了。爷爷，血脉已经觉醒。是。我将你的血脉之力提升了一下，至于最终能够提升到何种程度，看你自己。多谢。你对我好像有些不满呢。不敢。作为我杨家之人，若是心中有不满，尽可直说。你爷爷我不是那种小气的人。谢玉塔说，爷爷曾经不管老爹死活，以至于老爹过得极惨。可是当真？此塔有些落后，我帮你改造改造，让你用着舒服一些。很快，叶关和叶安便听到一道道凄厉的惨叫之声。无事啊，这提升过程有些痛苦，过会儿便好。这爷爷不像是个好人呢。改造了吗？我帮他换了一个灵。我杨家的事关起门来，怎么说都可以。他一个破塔也敢搬弄是非，真是心里没点逼数啊。你若是不想改回阳性，那也随你。把我当亲人者，我也当他是亲人；不把我当亲人者，我也不会将他当作亲人。爷爷，你这脾气可不行，都是自家人，莫要说这种伤人的话，好好修炼。得，你们脾气都大，一个比一个大，自己这又当孙子又当弟弟的，太他妈难了。怎么样？闹了一点小小不愉快。跟孙子辈也能闹脾气，也就你了。走吧。这爷爷是真的走了。你不走吗？前辈，去何处？真神界。真神界？是的，那是真神曾经出生的地方，在那里有一个规矩，不得动武。不得动武？去那个地方，真宇宙的神灵会投鼠忌器，你可以为自己得到一点发育的机会。真神界吗？是的，那个地方在真宇宙神灵心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他们不会在那里动手，因此你去那里暂时会安全。前辈，你是真宇宙的吗？你猜呀？我猜个锤子，我猜。南辰大帝，方才那青山男子，我担心阴神他们已经在赶回来的途中。前辈，这是神之墓地。真神死了吗？他没死，这里躺着的是当年追随他的那批神灵，那批神灵当年战死，于是他建立了一个世界来埋葬他们。当年真神是在与谁打呀？很多，比如青帝、博天族、神道一脉、宇宙劫，这三方势力算是当时真宇宙面对的最强势力。前辈能否说说这博天族和神道一脉，还有宇宙劫？你确实也该知道这些了。先说说这博天族，这博天族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种族，他们的博天血脉霸道无比，可以压制几乎所有的血脉，当然得除了你们家的风魔血脉。那现在是风魔血脉强，还是这博天血脉强啊？如果是你爹与你爷爷出面，肯定是风魔血脉强，但如果是你出面，你懂的。我他妈真的是家族最弱的呀！我他妈真的是家族最弱的呀！说说这宇宙劫，其实每一片宇宙都会出现这种劫，一劫便是一轮回。不过真宇宙的劫非常非常恐怖，因为真神不断在压制，而他每一次压制过后，那宇宙劫虽然暂时不会出现，但却会越来越强，有点类似堵洪水一般，压一次它就会变得越强，而它已经压了上百万次。就不能直接毁灭掉吗？毁不掉的，那宇宙劫乃是道的规律，能镇压都已经是非常逆天了，想毁掉根本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办法毁掉，因为这个劫因芸芸众生而起，毁掉这个劫就相当于毁掉芸芸众生。前辈，何为道的规律啊？一阴一阳谓之道，道是气的运化及其运化规律，阴气与阳气的运化及其规律就是道。
这听起来有一点点复杂呀。简单一点来说，世上虽然有万事万物以及芸芸众生，看起来繁杂，但总的来讲，无非是一阴一阳的运化而已。再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有生必有死，生死之道就是道的一种规律。宇宙诞生也会有灭亡，这也是道的一种规律。而真神，他不是在为自己逆天改命，他是在为整个真宇宙逆天改命。按照道的规律，真宇宙在无数年前就应该要毁灭重启的，但他硬生生压住了宇宙劫。其实相比宇宙劫，更可怕的还是神道一脉的大道比主人，此人才是最为可怕的。大道比主人，一位真正的得道者，不仅得道，还能够驾驭道。如果要形容他，只能说相当牛叉。前辈，这驾驭道是？道是客观存在的，道的运化使万物跟着运化，他不偏袒谁，在道面前众生平等。但是大道比主人就不同，他能够驾驭道，他是有意识的去催动道，使万物跟着他的想法去运动。简单来说，道本身是没有欲望的，但催动它的人若有欲望，那么道就会变成一种工具，凌驾于奴役众生的工具。大道比主人就是干这种事情的，而这种事情是不太道德的。我明白了。真神与真宇宙而言自然是极好的，但是对其他的宇宙而言肯定是非常坏的。这世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因此对你而言，提升实力是最重要的。实力够强大，你的立场就会变成别人的立场，反之你就得去臣服别人的立场。我的立场是官选宇宙，谁对官选宇宙出手，谁就是我的敌人。追逐我梦想，黑夜里照曙光，年少的热血。放肆！看随夕阳装进我的行囊，不去想曾受过的伤。前辈，你确定他们不敢在这里动手吗？不太敢确定。前辈，现在怎么办呢？你随意。你体内那神秘人是谁？阴神，我们约定好的，1年内年轻一代交手，老一辈不出手。而现在你们真宇宙老一辈都对我出手，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拿着那柄剑，还算年轻人吗？你真宇宙难道就没有神物吗？叶关，你莫要在这里给我扯这些。阴神，此地可是真神界，埋在此处的都是当年真宇宙的先辈。若是在这里开打，把这里给毁了，那后果你承担得起吗？操！阴神，现在该如何？他体内还有一位极其强大的强者，实力至少是宇宙神灵级别。执剑者回来没有？已经在赶回来的途中。我们都不能在这里出手，但是他可以调查一下之前那青山男子是谁，还有此人体内那一位神秘强者。前辈，你打得过真神吗？我秒杀真神。这么牛？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莫说真神，你爹与你爷爷还有你姑姑加在一起都不是我的对手。啊？在哪里啊？梦里。梦里？你在这跟我扯犊子呢？还梦里？在我梦里，我也能把我爹跟我爷爷给秒了，还用你说呀？简直是无了个大雨啊！他发现现在这神秘女子前辈越来越难搞了。
这个地方，八万，你来过这里？好像来过。好像来过。前辈，你知道八万的真实来历吗？他是不是又在猜了？是。他猜得到不？若是别人肯定猜不到，但是这小家伙他太能猜了。这八万究竟是何人呢？你也猜啊？哼，你猜我猜不猜？你猜我敢不敢打你？小塔无语，玩不起呀。怎么了？很多零碎的记忆，很混乱，很难受。你是想起些什么了吗？记不起来。暂时想不起来，就先不要想了。好。前辈，现在该如何？进竹屋，找到一本金色古籍。嘿，要不要泡温泉？莫要想那么多。塔爷，你自己先去玩一下啊，滚远点。好舒服呀！你要不要下来呀？真的很舒服呢，我帮你脱。八万，我发现你其实长得还挺好看的呢。我想起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啊？我想起了一个姐姐。姐姐？她与我说。她与你说什么？她与我说，若是遇到喜欢的人，就睡了他。八万，这，我饿了。这个时候，我给你做饭。今天吃别的。我去！真神到点，你认识？那你知道什么是真神到点吗？记不太清楚了。这很可能和真神有关系，可惜看不懂了。得到了吗？得到了，但是看不懂。前辈，这真神到点是何物啊？真神当年随手写下的一部道典，分为3种：剑典、武典、术典。叶关，你好大的胆子！这阴神怎么办呢？阴神，我们等会儿就走。前辈，现在该如何？你进塔内修炼，我与小塔来挡着。好。为何我觉得你的力量有些熟悉？你猜？你想为那叶关拖延时间？阴神，你不敢在这里出手。哼，你凭什么这么认为？因为你怕真神，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怕。当年你被真神一个眼神直接镇压在原地，自那之后，你便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所以他的命令你一定不敢违背。你到底是谁？你猜呀？哼，看你也不是一般人物，但却藏头露尾，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你不觉得可笑吗？哼，你是不是想找打？求之不得。你到底是谁？你继续猜呀。有请执剑者。有请执剑者。坏事了，撤！执剑者，你等去对付关玄宇宙，那人类少年剑修，我来。那叶关体内有一神秘强者，对方的气息让我觉得有些熟悉，马上便知其是何人。前辈，你打得过那执剑者吗？哼，不告诉你。前辈，这是无间宇宙。我们来此处时，我替你想过，如果3剑不出手，你们关玄宇宙打真宇宙一点胜算都没有。即使你们打赢，整个现有已知宇宙也会陷入动乱。什么意思？真宇宙到现在为止都是在以一己之力对抗所有势力，除了你们关玄宇宙，他们还在镇压博天族、盘古族，还有神道一脉残存的势力。这一次你打到真神殿，你没发现真宇宙的顶级强者都极少吗？发现了。那是因为
他们大多的顶级强者都在猎杀博天族的第一任族长。博天族的第一任族长？准确的来说，是猎杀他的转世之身。你可能还不知道，博天族第一任族长博天道已经转世。这家伙也是一个狠人，别人转世是越来越弱，而他是越来越强。而且每次转世之后，只要实力恢复到巅峰，必屠杀真宇宙强者，然后挑战真神。如今他已经转世了9次，连真神都无法彻底葬杀他们。他比较特殊，而且手握世间3大神器之一的轮回之门，要杀他就得毁掉轮回之门，而若是毁掉轮回之门，后果会很严重，比如真宇宙的人都将无法轮回，只要一死，那就是永远的死去。当然，观玄宇宙不会有事，因为你们有大道比主人建立的归墟之地。轮回之门？是的，神道一脉的至高神器，是大道比主人以大道为基础打造的，能掌控所有生灵的轮回。若是此门被毁，现有的轮回秩序就彻底崩塌，真宇宙的生灵都将玩完。如果你们观玄宇宙没有归墟之地，也会跟着一起完蛋，因为一旦轮回之门彻底破碎，就意味着不会再有新的生命出现。以真神的实力，难道不能重新建立一个轮回秩序吗？以真神的实力，难道不能重新建立一个轮回秩序吗？自然是能的。至于他为何没有建立，我倒也不是特别清楚。建立新的轮回，就得牺牲一代生灵，他不忍，所以没有弄。八万，你不要跟我说你就是真神，这玩笑可开不得呀。记不太清楚了。你别这样啊。这八万要是真神，那可咋整啊？前辈，轮回之门如此重要，那博天族族长岂不是能够要挟所有宇宙生灵啊？他曾经就是那么做的。当年的博天族一统着整个博天宇宙，他们也是在吸别的宇宙的血，而且暴力程度是你无法想象的。你知道他们博天血脉为何那般强悍吗？因为他们不断的在寻找特殊的血脉之源，然后吞噬。当年那片宇宙有无数的特殊血脉种族，然而都被他们吞噬了。唉，茫茫宇宙其实就是强者为尊，强者的一方可以任意妄为的对弱者欺凌与索取，这是宇宙间永恒不变的铁律。吞噬血脉？是的，你的血脉也可以吞噬别的血脉，不过没有必要了。你祖辈太强，以一己之力强行逆天改命，你们家的血脉完全不用去靠吞噬别人血脉来增强。懂了。神道一脉当年也是奴役诸天万界，大道比主人更是想掌控芸芸众生所有生灵的命运。他想创造出一套全新的秩序，万物万灵必须要按照他的意志与想法来运行。他确实也厉害，我也不能说他的想法就是错的，毕竟最开始的秩序就是他先创立的，而且他也没干过什么恶事。但你若是遇到他，可得小心些。此人能够驾驭大道为己所用，知晓天地运行规则，很会算计。好的。这次让你来此地，一是为避祸，此地乃青帝地界。青帝当年虽然被真神镇杀，但其青帝意志却依旧存在。那执剑者来此，必有所忌惮。二是看看能不能得青帝道统，或者结交青帝后人。他不惧青帝意志。你认识？他不惧青帝意志。前辈，他不怕青帝意志，现在该如何呀？你毕竟是一个成年人了，你要学会自己扛事情。我要休息了，下次聊。什么？自己扛？听到神秘女子的话，叶关顿时就无语了。这执剑者之强，绝对不是他现在能够扛得住的呀。他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点逼数的。
已经很久没有你这种级别强者踏入无间宇宙的大地了。今来此，只为一人。晚辈夜观见过前辈。真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啊！前辈，给您添麻烦了。哈哈哈，小友居然能够让这位执剑者姑娘亲自来追杀你，看来你的来历很不简单呐。我这就走。哈哈哈，小友是误会我的意思了。小友来自观玄宇宙，而观玄宇宙如今一直在对抗真宇宙。就为此，今日我也要保一保小友。装逼找存在感吗？死就死干净点儿，留一缕意志在世间，何用？打不过那个他。为什么？他打不过那个他。为什么？本体若在，能打过他，而如今他不过是一缕意志，一缕意志根本阻挡不了他。前辈，我没有想到这执剑者的实力提升得如此恐怖，抱歉。前辈，还请带我回观玄。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没事，有八碗在，你不会死，最多就是挨一顿毒打。小友，抱歉了。前辈，是我给您添麻烦了。小友，可愿获我传承？愿。前辈，这是自然神树，此树与无间宇宙一同诞生，是无间宇宙的树祖，曾庇佑百万族无数万年，后追随于我。如今我替他重新寻一位新的主人，希望你善待他。孙人，如今的百万族所剩不多了，而且也不是当年那一批人了，因此我也不能强行让他们追随你。但如果可以的话，以后还请小友照拂一二。好的，小友后会无期。慈静，许久不见。许久不见。前辈，八碗真的是神灵？是。你早已经知道。前辈应该也是神灵吧？是。太爷，你不会也是神灵吧？其实你也是神灵。我想起了曾经的一些事情。她叫严慈静，我叫严慈树，我们是亲姐妹。亲姐妹？我还有一个名字，叫真无我。我知道你来历不简单，也猜到你可能是神灵，只是没有猜到你是真无我。若是不恢复记忆，该多好呢。前辈，这是你设的局吗？我是让你去得那本无敌全经，没有让你勾搭人家，更没有让你去跟人家睡觉。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也很意外。你说你干嘛要跟人家睡觉？现在怎么办？回观玄宇宙去。你呢？跟我一起回观玄宇宙。哼，慈静，
你还是那个脾气，一言不合就喜欢打。你要让他回去。你知道他是我们的敌人吗？子敬，这么多年来没有见面，一见面就要如此针锋相对吗？你体内那家伙，他现在打不过慈敬，所以待会儿我将送你。你呢？我是真宇宙的。所以今日分别之后，下次见面我们就是敌人吗？八万，跟我走。你与他？大姐不是说过吗？若是遇到喜欢的就上呗。你知道官选宇宙与我们真宇宙之间的关系吗？当时不知道，不过就算知道我也会照做。喜欢一个人何必管那么多事情。你今日是非要保他？慈敬，你杀不了他。那就试试。前辈，你认识真神？认识。熟吗？一起睡过觉。纯洁的那种吗？小塔，我真的要打你了。我知道你很好奇我与八晚还有真神的关系，但我不太想说曾经那些事情。前辈不想说，那我不勉强。不过有一事我想问问前辈，前辈应该知道官选宇宙和真宇宙之间的恩怨，但前辈还是跟着我，所以前辈是想与我们官选宇宙一起对抗真宇宙吗？这事情很复杂，我也无法与你说清楚。总之，我对你与官选宇宙没有恶意，至于跟着你是有别的原因。与真神还睡过觉，这神秘女子前辈很不简单呢。我不想与你打。今日我非杀他不可。不行。还记得这道疤痕吗？当年于石村时，你差点被外人打死，是我护住你，替你挡了一刀，而我差点脑袋搬家，你记得吗？妖城驿站，你被大妖重伤，我背着你跑了3天3夜回石村。那一次，我双腿被迫锯掉，在床上躺了整整3月，差点死去，你还记得吗？与博天族一战，你被12位巅峰大帝围攻，我为了救你，强行杀入博天族。那一战，我肉身被打碎，灵魂重伤，昏迷了足足100年才醒来，你还记得吗？都记得，我都记得。曾经我为你可以牺牲掉自己的命，而现在你却为一个男人不惜与我动手。好，真的很好。来，你杀我呀！来啊，我绝不反抗。慈敬，你对我的好，我从未忘记过。在我心中，你一直是我最亲的人，我永远都记得在石村，凡有吃的，你都先给我吃。那个时候，日子虽苦，但真的很开心呢。可惜，再也回不去石村了。八晚，我从未喜欢过一个男人，认识你，很高兴。可是对不起，我不能帮你一起打真宇宙，因为他们都是我的至亲。可我也不能帮着他们打你，因为你是我的挚爱。真想再吃一次你做的饭。为什么？为什么？前辈，就不行，他自己的选择根本无法救。他实力很强，他自己想死，外人根本无法相救。都是你这狗男人！是你，慈
慈静，你是一点儿都没有变。你也要帮他。我知道，不管是慈树还是你，都在因为石村当年的事情怪大姐，我也怪她。那事发生之后，我也打她，也骂她。可是，这不代表你们就应该背叛她，背叛石村，背叛真宇宙。八婉没有背叛过真宇宙，也没有背叛过大姐，我也没有。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官选宇宙的王。你真的以为你能杀得了他吗？慈静，出了石村后，你没发现我们大家都在慢慢变吗？说到底，你们就是因为当年石村的事情对大姐不满，我对她做的那事也不满。可回过头来想，我们若是在她那个位置，该如何？大姐她还有别的选择吗？她没有。如果她那么做是为了自己，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杀她。可是她是为了自己吗？她是为了让石村更多的人活着，是她救了我们所有人，而我们却还在埋怨她。但她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也没有解释过什么，从来没有。我没有恨她，我知道她是为了我们，只是我觉得我们后来所作所为不对。可我觉得很对。这个世道没有强大的实力，终究是要任人欺凌的。就如我们在石村一般，当年与博天族一战，输的若是我们，你猜我们的人会被如何对待？与神道一脉一战，若是我们输，我们又该如何？还有与青帝一战，与盘武界一战，与宇宙劫一战。可你不觉得我们后来所作所为与当年对待我们的那些大妖一样吗？远征军所过之处，寸草不留。我曾经觉得命运不公，我们愤怒，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我们愤怒不是因为不公，而是因为我们自己处在不公平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要消灭这种不公，而是想要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然后去对别人不公。在我之上，众生平等；在我之下，等级森严。远征军所过之处，寸草不留。这有什么错吗？这世道本就是如此，强者为尊。我们若是弱，现在被欺压的就是我们真宇宙。那时，你的敌人难道会来与你讲道理？不要天真了，好吗？我从未说过你与大姐做错了，我只是不想再带着真宇宙的军队到处屠戮，仅此而已。你是不是也跟这个狗男人睡觉了？你他妈的会不会聊天？慈树比你豪爽多了，睡了就是睡了，有什么不能说的？睡不睡关你屁事！你根本配不上八丸与他，若不是你命生得好，你什么也不是。给我3年时间，我必打败你。给你300年。1年，就1年。1年后，我若是打败你，我要你跪下来给我道歉，说夜观哥哥我错了，我狗眼看人低。我若是做不到，我给你跪下，我给你道歉，并且承认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一个废物。我给你100年。就1年。行，1年后我等你。宇宙劫现在不劳你们操心，去好好的风流快活吧。前辈，八婉并未真正死去，是吗？但是他可能什么？他于3000大道之外独开一道，这一道就是忘我道。也就是说，你再次见到他时，他可能已经不记得你。他为何这一世能够恢复记忆？因为你。因为我。是的，因为他喜欢你，心中有了念想，所以他慢慢记起了曾经的事情。当你再见到他时，除非你再让他喜欢上你，不然。前辈，我要去何处找他？前辈，我要去何处找他？不知道。有个家伙可能知道。谁？大道比主人。让他来见我。大道比主人可能不会鸟你。那我去见他。怎么？我可以说实话吗？说。这大道比主人很厉害，
你看到八丸与那执剑者了吧？他们两个很厉害，但我可以告诉你，他们都不是大道比主人的对手。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代表我全家去见他，有什么问题吗？嘿，你要这么代表，那确实没问题了。我知道他很难，但是我还是想看看他。那就去神道界吧，或许大道比主人在那里。神道界，曾经辉煌无比的神道一脉，就是在神道界。不过，当年那一战之后，那个地方已经被真宇宙封锁。去那个地方，或许能够见到他。请前辈带路。哈哈，叶公子，在下灵族族长，还请叶公子留步。前辈可是有事情吗？叶公子方才可是得到了自然神术？是。叶公子，这自然神术乃我无间宇宙的神术，更是我们百万族的信仰之术。它不单单是青帝的，也是我们的。所以这个是你们的信仰。所以这个叶公子，你明白老朽的意思对吧？明白。是你们的信仰吗？好事啊，你们的信仰是自然神术，而现在自然神术在我体内，那你们以后可以信仰我，我不介意的。叶关离开无间宇宙之后，在神秘女子的指引之下，前往神道一脉。前辈，你与真神他们都来自那个什么史村？你们都是亲姐妹？我与他们不是，但感情却比亲姐妹还亲。能说说？很多很多年前，在石村，我与执剑者还有八婉以及真神，我们都是孤儿。我们的父母曾经都在与大妖们的战斗中战死。自那之后，我们四姐妹就相依为命。真神是大姐，我是二姐，执剑者是三姐，八婉最小。但是八婉天赋非常高，仅次于大姐，也是前期唯一能够跟上大姐的。后来呢？为了守护石村，我们四姐妹都拼命修炼。而在石村与大妖们最后一战时，发生了什么？前辈不想说，那我不勉强。前辈，这自然神术有何作用呢？在当年，其实远征军的实力是要远超百万族的，但是那一战远征军却久攻不下，你可知为何？这自然神术？是，这颗自然神术有一个非常非常逆天的功能，那便是治疗，而且它是群体治疗。理论上来说，只要你不死，它就可以一直给你治疗。群体性治疗？是的，很逆天，属于无级别的神物。就是单纯的没有级别？可以这么理解，万界诸天加真宇宙，无级别的神物其实也没有多少，比如无间宇宙，一共也就这一件。这是自然神术的自然之力，这种力量可以说是无间宇宙最原始的力量。当年青帝得到就是以此为基础，并且集无间宇宙百万族之力，独创青帝道统。可他还是败给你大姐了。青帝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整个真宇宙也只有大姐能够稳胜他，而除大姐外，还有一位能够与他抗衡。谁？你猜？不会就是前辈你吧？你真聪明，你真聪明。你不会觉得我不厉害吧？执剑者面对你，他好像一点都不怕你啊。他就是那个臭脾气，别说见到我，见到大姐他都是那样。他这个家伙脾气臭，脑子不是特别灵光，不过很讲义气，属于那种有事真敢献上的那种。真宇宙有什么无级别的神物吗？有几件。都是一些什么呀？大姐手中有一件特别特别厉害的，叫逆道镜，可逆道元。何为道元呢？就是大道本源。何为大道本源？简单来说，大道就是一切，一切就是大道。比如生老病死、潮起潮落、日落日出，世界宇宙运行的规律就是大道，大道无处不在。我曾听前辈说过，这大道比主人能够跳出大道。是的，
不仅他，你的几位父辈他们都能够做到。能灭大道吗？能，毁掉一切就灭大道啦。为什么突然这么问？太累了，毁灭吧。人活着就是一场修行，虽然过程很累，但也还是很有意思的。前辈，我看得出来，你对执剑者和真神还有感情，而我与他们又是敌对。你跟着我是为哪样的？想帮大姐。你不会哪天给我来个背刺吧？哼，你怕吗？前辈这种级别人物就会做这种小小之事。太爷，给我盯紧一点他，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哎呀，大哥，你旋起传音给我，他听得见。嘿嘿，你等着吧，我到时候背刺你，你喜欢从前面还是后面？前辈，我也没有办法替你寻到那位8万姑娘。3000大道归我管，但是她于3000大道外独开一道，那一道不归我管，因此我无法去寻她。不过你若有岁月镜，便可通过此镜找到她。岁月镜？是的，此镜可照岁月，拥有世间最强的岁月之力。岁月镜在何处啊？在岁月界。你若是想得此镜，可得快了，因为想得此镜者可不止你。多谢。诸位可是为这岁月镜而来？本是为了岁月镜而来，但此刻见到姑娘，我决定改变主意了。若能得姑娘芳心，这岁月镜完全就不值一提。我们苗宗可有规矩，不得与外人通婚。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我可看不上你。哦，那姑娘看上谁了？姑娘认得我？不认得，只是公子长得好看，奴家瞧着很欢喜呢。我有媳妇儿。我做小也可以。我有2个媳妇儿。我可以接受。姑娘，长得好看是没有用的，在这个世上要讲究有权有势。自我介绍一下，在下罗界天宗少宗主罗尔，家父罗家第1强者，半步大帝罗峰。并非刻意显摆装叉，家父虽然是半步大帝，但我罗家一直都是非常低调的。不知阁下父亲是？叶璇。什么境界？没有境界。原来是小瘪三啊！这家伙居然没有听过父亲大名，不应该呀。你说人间剑主，他应该就知道了。你不认识叶璇？不认识。那你好勇啊！你是剑修？杀我儿子，你好大的胆！叶璇，剑修，你是叶关，你父亲是人间剑主。老爹，我不想死啊！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何事？其实你不是我的亲儿子，你其实是我捡来的，并不是我亲儿子。叶少，此人所作所为与我罗峰还有罗宗没有任何关系，要如何处置他，悉听尊便。爹，我不是你爹。爹，我知道我惹祸了，你与我说一声，这事我可以自己扛的。你真的没有必要如此的。我真不是你爹。你走吧。为什么？改变主意了。叶公子，感谢今日不杀之恩，此恩此情，来日我必报，必报。叶公子，今日我从此地离去，怕是也难活，还请叶公子再说我一次。罗尔若死于非命，我就灭了你天宗。
不敢，也不会，毕竟是我儿子。走吧。哎，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太爷，你以前说老爹很苦，老爹是不是？没有。小主虽然也苦，但是主人对他真的没有动过杀心啊。主人对他只是放养，希望他成才，真没有想过要弄死他呀。你不要乱想，更不要说是我说的。哎呀，我操！这小家伙有时候说话能吓死人。这家伙狠的时候很狠，不过更多时候还是很好的一个人。他今日的一个恻隐之心，或许会在未来造就一位很厉害的强者。你是说纳罗尔？是的，大彻大悟之人，未来都不会差。那少年来日必非池中之物。至于能够走到何种程度，就看其机缘造化了。确实。叶公子，我与姑娘素不相识，姑娘为何一见到我就刻意针对我？叶公子，可以先把剑拿开再聊吗？你还有最后一句话可以说，要是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让你脑袋搬家。还有，说起你那一套，你虽然很漂亮，但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兴趣，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身体上。我知道岁月镜在哪。在何处？就在这河里。岁月河？是的。前辈，他说的是对的吗？他说的话一半真一半假。你说的是假的。哪里假？你自己知道。我没有说假，是你体内那位姑娘说假了。你知道我体内那位姑娘？知道。前辈，你不说两句吗？你打不过他。不是，这句话你可不可以早点说？我也没有想到你一言不合就亮剑，你真的是太勇了。你杀我呀！你倒是快杀我呀！岁月镜可是在你身上。还是说你就是岁月镜？你怎么知道？猜的。你就是岁月镜？你怎么知道？猜的。怎么猜的？太爷说岁月镜就在这里，因为这里有岁月之力。而方才姑娘也说岁月镜就在这河里，而我前辈说姑娘的话一半真一半假。想来他的意思是岁月镜确实在河里，不过就是姑娘本人。叶公子很聪明。姑娘，我来此确实是为岁月镜，不过并不是想将岁月镜占为己有，只是单纯的想借用一下。不想占为己有？叶公子，你也挺虚伪的。姑娘觉得这瓷塔如何呀？破。姑娘觉得这如何呀？自然神术。姑娘，你觉得此剑如何呀？了不起。姑娘，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借用一下。你可以给我什么好处？姑娘可以提。我想进入你塔里修炼。不仅如此，你还需要给我提供自然神术的自然之力。除此之外，据我所知，观玄宇宙有灵族，下次遇到他，你得让他帮我提升一下。当然，作为回报，我可以为你作战。不过，我不会认你为主，与你融合。你看如何？可以。很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怎么称呼？于岁月。玉姑娘，我想借用你的岁月之力帮我寻一个人。哼，你便是观玄宇宙的叶观。哈哈哈哈！叶观，你身后这位姑娘可否割爱？你说的是人话吗？叶公子若是不愿，那我只能抢了。阁下，我观玄宇宙与博天族没有过什么恩怨吧？叶公子，你若是想以势压人，那我可告诉你，你想错了。你观玄宇宙不惧真宇宙，我博天族亦不惧真宇宙。正常情况下，我观玄宇宙和博天族无怨无仇，
作为博天族的老祖，实在没有必要故意发起2个宇宙的战争，特别是我们双方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但你却偏偏这么做了。很显然，你的目标不仅仅是岁月镜，应该还有我体内的风魔血脉。你虽然弱得跟鸡一样，但你这智商当真了得。你确定要挑起我们双方宇宙之间的战争吗？叶公子，我知道你官选宇宙很能打，不过这次吓不到我博天族。我博天族在与真宇宙大战时，你们官选宇宙没出现。小心！是你？官选宇宙与真宇宙不是敌对关系吗？关你屁事！哼，受伤状态。莫说你是受伤状态，就算你是巅峰时期，我也没将你放在眼里。知道当年大姐怎么评价你吗？怎么评价？傻叉。别生气，他确实就是这么说的。你若是不服，可以去找他单挑啊。他一个时代无敌，不代表他永远就无敌。他不能出手太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来人！见过院长。拉博天族敌对，让仙宝阁全面制裁博天族。凡与博天族交往者，仙宝阁不得与其合作。凡杀博天族1人，可得100万枚灵元。院长，多了，博天族没有那么值钱，10万就够了。我们的人还有多久到？马上到。二丫姑娘，打架呀！来，保护这个孙子。孙子！叶关脸庞一阵抽搐，心中万匹马在奔腾而过呀。小白飞到叶关肩膀上，小爪子轻轻抚摸叶关的脑袋。叶关一脸无语。妖兽！这二丫姑娘好生可怕呀！大爷，他在说什么呀？他说二丫还没变身，若是变身，可以变得更厉害。这二丫姑娘还可以变身呢。这博天道的实力没有完全恢复，现在的他可能只有不到巅峰时期的30%的实力。他每一次轮回实力都会变得强大，这是他第10次轮回重生，实力前所未有的强大。只不过他现在太自负，实力刚达到大地境就出来了。若是他更进一步，那实力……当然，你的这位朋友二丫姑娘也很可怕。她这肉身，我感觉就算是大姐是命力头真妖也不如她，太厉害了。真妖？真宇宙最强大的一只妖兽，经常跟着大姐，也很强大。大爷，二丫能不能扛得住行道剑呢？你姑姑拿着，她扛不住；你拿着，她应该能把你打得叫爸爸。哼，你这畜生，等着，等我修为恢复后，看我不想撕了你！去博天族，你打老的，我打小的，敢不敢？敢？什么？自己打老的？哼，孙子有种！走，干翻博天族！你真的要与博天族开战？前辈，是不是觉得我很冲动？你自己觉得呢？从大局来看，有真宇宙在面前，官选宇宙实在不适合再另树他点。最理想的应该是官选宇宙与博天宇宙联手一起对抗真宇宙。可你也看到了，并非是我要输定，而是博天族
要与我们官选宇宙为敌。我身为官选宇宙院长，博天族族长却对我追杀，想吞噬我血脉。他们这是根本就没有将我们官选宇宙放在眼里。从个人来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然博天族犯我，那就打呗，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博天族族长很自负，除大姐外，他基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看出来了，小心些。虽然博天族如今已不如巅峰时期，但也不弱。明白。官选宇宙虚真战场，此次多谢诸位赶来相助。从今日起，诸位家族的事情，便是我官选宇宙的事情。嫂子，没有必要如此。我与大哥是兄弟，我们来此帮忙，绝非是为了钱财，所以你先看看。既是嫂子所赠，小弟我不敢不收，多谢了。诸位，官选宇宙的修炼之地，任何时候都对诸位开放，你们可随时来官选宇宙修炼，所有的修炼费用都由官选宇宙来承担。不仅如此，你们的族人也可来此修炼。多谢嫂子。嫂子，大哥现在在何处？他现在在外面，过不了多久便会回来。你们是在这里等他，还是？纳兰阁主出来已有许久，族中有许多事都未处理，因此我等想先回族一趟。若是真宇宙再来犯，我四家必将举族来助。好，请管事。阁主，从此刻起，仙宝阁拉博天族为敌对，在博天界内的仙宝阁立即撤出，发一道悬赏令，凡杀博天族一人，奖30万枚元灵，没有上限，境界越高，奖励便越多。明白。前辈，刚得到消息，小关于二丫姑娘去博天族了。好好管理书院，培养强者，她的事情莫要担心，我等会守在暗中护她。好的。老爹，这世子之位，之前长老们商议过，你不适合做我四家世子，所以族长，此一时彼一时，此次我四家能够有如此大的收获，全赖通天英明神武。若无他，我四家断然不会有这天大机缘。因此，我建议通天继续做我四家世子。谁若是反对，我第一个不服。哎呀，他不学无术，天赋也差，实在是不适合做我们四家的世子，所以还是另选别人吧。哎，大长老，您的孙子就不错呀，选您的孙子如何？就选大长老孙子吧。那你做什么？哼，我要自立门户，族谱单开一页。从今天起，我就是私家的老祖，通天老祖。老爹，你来给我打下手。那我应该叫你什么？当然是叫老祖。当然，你还是叫我爹。我们各叫各的，不矛盾。听到司通天的话，司莲脸色当时就黑了下来。你叫我爹还是我叫你爹呀？很快，场中响起一道道惨叫声。大长老等人撇过头去，当没有看见。哎呀，得治啊！这司通天有反骨啊！居然想在族谱单开一页，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危险了。叶关跟着二丫去博天族大战一场之后，回到了官选宇宙。于岁月姑娘，有什么吩咐啊？希望你帮我找一个人。没问题。前辈，怎么操作？8碗的碗你还带着，对吗？是的。让他带着你进入岁月长河。前辈，这有人在保护他。谁？大姐。显然8碗每一次忘掉所有一切后重修，大姐都在暗中保护他。所以不能找到8碗的下一世吗？严格来说不算是下一世，他的重修
不是普通的转世轮回投胎。还有别的办法吗？没有，大姐已经替他遮掩了天机，以我的实力根本破不了这天机。你莫要乱想，也莫要乱来。我觉得慈静应该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只见着？是的，因为他与慈静是亲姐妹，他肯定知道。你觉得他会告诉我吧？我觉得不会，他现在肯定在想怎么弄死你。前辈，还有别的办法吗？老爹，此事关系到您儿媳妇，您真的不管吗？爷爷，此事事关您孙媳妇，您不管管？她怀孕了，杨家有后。怀孕？你们没有做安全措施？何为安全措施啊？前辈，我知道她在哪儿了。在哪儿？石村。前辈，石村怎么去？我觉得我们可能去不了。为何？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如今真宇宙最强的那一批神灵基本都是来自于石村，包括真神。我觉得我们可能去不了。为何？那是真宇宙所有神灵的祖地，因此对于那个地方，真宇宙保护的是非常好的。若是别人或许还能去，但你不行，你身份太特殊，你去那个地方，他们肯定会认为你要干什么坏事，那时必会引起血战。我们偷偷去。你觉得你能偷偷去吗？现在真宇宙肯定是时刻注意你的。前辈可有什么办法吗？倒是有，不过得等等。之前我连番出手，旧伤复发，得先休养一段时日。前辈，自然神术可对你有帮助吗？自然是有的，不过作用也不是特别大，因为我的伤与宇宙劫有关。前辈当年也参与过镇压宇宙劫。那前辈先在小塔内疗伤。好，我伤好后便带你去石村。至于八婉，你莫要担心他的安危，这天地间能伤害他的没几个人。小佳，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回来便好。小佳，我有一事想与你说。是因为女人吗？我们回一趟南州荒古城吧。小佳，如何？好。岳父，按照婚约，我与小佳本该早日成婚的，但却因许多事情耽搁，而如今诸事已定，因此我想与小佳早日完婚。那你觉得什么时候合适？3日后。这么急？我是一刻也不想等了。在何处办婚礼？听小佳的。就在荒古城，可好？与我想的一样。安排安排。娘亲，我成亲，您来主持可好？娘，我来安排。爹他会来吗？他敢不来？爷爷肯定会来，但是姑姑，太爷，你觉得姑姑会来不？你可以邀请一下他。姑姑，我要成亲了，你来一下可好？族长，刚得到消息，3日后那夜官要成亲。成亲？是的。在何处？在南州。不是在虚空战场？不是。哼，真是天助我也。那一日，官选宇宙的强者肯定会镇守在虚空战场，防备真宇宙。也就是说，那南州的强者肯定会击哨。若是我们来一场突袭，族长，这官选宇宙有些不简单，我们要不要谨慎一些？你怕？啊，不，族人的仇得报，那阳族的封魔血脉，我博天族也要。是。来人，唤醒10名岁月大帝，这一次我要给他们官选宇宙来一场大大的惊喜，让他们喜宴变成丧宴。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里。若让你与我隐居于此终老，你愿意吗？愿意。
我现在还记得你来我家退婚时的情景呢。你当时为何想要退婚？因为当时我修为突然消失，成为了一个普通人。对于未来，当时的我非常迷茫，因此不想连累你。当然，我自己也想苟一步，猥琐发育。与我想的一样。你当时为何不同意呢？只是单纯觉得不应该在你人生低谷时期落井下石，仅此而已。所以你当时也是不喜欢我的。你真的以为自己帅得让女子无法自拔吗？不过我对你有好感是真的，虽处于人生低谷，但却不急不躁，也不愤世嫉俗。可能你当时也没有想到过，我们未来真的会在一起吧？是的。你还记得你与季璇姑娘说的话吗？我在行道剑时，大多时候都是清醒的。小佳，人家季璇姑娘说，如果你也喜欢她，她可以给你天下第一好呢。你这呆子竟然拒绝，若是我的话，我可就从了她了。小佳，我有一件事情想与你说。以后再说吧。你知道我要说什么是吗？八婉姑娘，我可是仙宝阁阁主，掌握着我们观玄宇宙最厉害的情报组织，你有什么事情能瞒着我？八婉姑娘在石村，我已经派人帮你去寻她了，但是那个地方很特殊，我的人根本进不去，有神灵强者镇守。若是有朝一日你不再喜欢我，那请一定要与我说。你放心，我会体体面面离开，绝不打扰你。若是有朝一日你不再喜欢我，那请一定要与我说。我只会在一个时候不会喜欢你。什么时候？我没有呼吸的时候。古人常言，读书人最风流，看来确实不假。这些读书的男人若是风流起来，哪个女子能招架？醒了。是的。为什么那么老实？我还以为你要做点什么呢。现在可是白天，不行。真开心。组长，你不会又要让我做组长吧？怎么会？你与小佳不是要成婚吗？你要成亲，这事自然也是要通报我叶族先祖的。好，叶家先祖，请保佑我。什么鬼呀？他们保护你个鬼呀！这份因果他们可承受不起。诸位先祖，我不要你们保护了，你们好好的安息吧。许久未见过师父了呢。他当初还说做我们的主婚人呢。这次我们成婚，真宇宙与那博天宇宙。没事，爹与娘都在。大家说说吧。这事儿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参与。怎么说？观玄宇宙与我们虽是死敌，但在别人成亲时偷袭，这种行为实在是有些不耻。我们可能得重新评估一下观玄宇宙。我们之前对观玄宇宙从未重视过，正因为如此，在上一次交锋之中，我们损失惨重。此事是我的责任。我们不仅低估了观玄宇宙老一辈的强者，也低估了叶观。因此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我真宇宙进入全面战备状态。第一步，大力培养年轻一代。我真宇宙许多秘境，从现在开始对所有年轻人开放。除此之外，实行奖励制，凡在20岁之前达到岁月仙境者，奖励1000万灵元；达到神帝境者，奖励5000万枚灵元。而若是能够在20岁之前达到大帝境者，奖励1亿灵元与100万真元，并且可入3军大军团任职。有些势力怕是会有抵触，那就灭了。这些年来，这些世家与宗门没少得真神殿的好处，
如今要到出力之时，他们若是不愿出力，那还留着做什么？阴神，有一事需要你来办。何事？此次夜关成亲，我们真宇宙不出手，但是那博天族可不一定。那博天道实力虽然强大无比，但却是一个极其自负之人。他刚转世，对观玄宇宙的实力不太清楚，而以他的性格，可能也不太会去查。因此，这次我断定，他肯定会搞事情。你带着一群强者去虚真战场，动静搞大一点，人搞多一点，气势弄出来。但是别打，如此一来，那博天道看到我们有动静，肯定会放下心中最后一丝戒备，果断对观玄宇宙发动突袭。明白？三国交战，先死最蠢的。最近真宇宙有动静，在虚真战场，真宇宙集结了上百万名强者，而且强者还在越来越多。不过我觉得此事倒是有些蹊跷，因为若是要进攻，就不应该大张旗鼓，而是在我们成亲那一日来个突袭才对。莫要管这些，反正那一日老爹与娘亲还有上一辈都在，那一日我们只管成亲入洞房便好，其余的都不要管。入洞房，听到这个词儿，纳兰家脸上泛起一抹红晕。他看了一眼叶关，眼中有着一抹娇羞。虽然他偶尔言语会彪悍一些，但是那只是口头上的，并没有实践过，毫无经验呢。听说会有点疼，也不知道到底有多疼。纳兰家心中顿时有些小小担忧，心想：哎呀，可能得先备一点地阶疗伤药啊，也不知道一枚够不够。小佳，你在想什么呢？关你何事？真宇宙可有什么动静？刚得到消息，真宇宙已经在虚真战场集结了100万强者，而且强者还越来越多。看样子，这真宇宙也是想趁夜关成亲之时，给他们来一场大进攻。还是不能大意，这观玄宇宙有2把刷子，因此我决定多带一些强者去，以免发生什么意外。是。哼，这一次直接端了观玄宇宙，让他们团灭。娘亲，回来了。是的，明日就是你大婚之日。按照我们那边的习俗，小家是要在纳兰族的，然后我们这边去迎亲的，所以今晚你们可不能在一起。好，待会儿你回纳兰族后，什么都不要管，我已经安排好一切。听娘亲的。好，陪娘亲走走，娘亲有许多事想与你说。那我先回纳兰。你又不是外人，回避做什么？我们一家人一起走走。好。我知道，现在就让你们接手观玄书院与仙宝阁，让你们去面对真宇宙。对你们而言，压力是极大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娘亲，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吗？很复杂，比我与你爹想的还要复杂。可是真神，那位真神只是一部分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大道比主人在布局。布局？是的，你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没关系，我和小佳会扛起观玄宇宙的。我相信你们。娘，你见过真神吗？见过。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有点类似你姑姑的那种人。你姑姑是一个极端的人，她眼里除了你爹之外，其余的都是蝼蚁。她狠起来，连自己都杀的。你姑姑与你爷爷，还有你未曾见面的大伯，他们3个很不对头。他们从很早很早之前就想打架了，而现在，随着你爹破神后，他们再无任何顾忌，所以就开始了。唉，很头疼啊。现在位于南边宇宙边界外，那边的宇宙边界不断崩碎。如果不是这边有你爹与你存在，他们刻意压制，
这片光玄宇宙与真宇宙都被打没了，宇宙边界不断崩碎。这3位大佬是在开疆扩土吗？你应该知道，那位真神一直在镇压宇宙劫吧？知道。怎么了？我与你爹最担心的，还并非真神，而是大道比主人。这也是你爹为何让你姑姑护着你的缘故。要不，一不做二不休，把大道比主人直接做掉，永绝后患。要是好干掉，早就干掉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当务之急是你们2人的婚事，明天就是你们大婚之日，你们今晚得好好准备一下。好，小家伙儿，我与你媳妇儿单独谈谈，没问题吧？当然。大爷，你可以偷听一下吗？你是不是想我死呀？压力大吗？大。小爱，从此刻起，小家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明白。小布袋的东西杀伤力极大，因此你现在还没有能力完全掌控。不过没关系，现在开始，小爱会帮助你提升，并且教你如何运用那些东西。好。身为观玄书院的院长夫人，没有实力可不行。没有实力，有些人就会对你失去敬畏之心，认为你好糊弄。所以啊，你要好好与小爱学习掌控布袋内的那些武器。好。掌握2大势力，一开始肯定是有些吃力的，但没有关系，慢慢来，我在后面支持你。书院与仙宝阁都很复杂，你天性善良，这是优点，但也是缺点，因此你要记着，若是有人对你阳奉阴违，该杀就得杀，切莫手软。自己的媳妇儿和娘在聊些什么呢？可惜他也无胆，不敢偷听啊。娘跟你聊了什么了？让我学使用小布袋内的东西。里面有些什么呀？不告诉你。这原本可是我的，现在是我的。少主母，若无吩咐，我可以暂时先离去吗？忘记还有个人呢。我不是人。少主母若有吩咐，直接念我名字便是，我随叫随到。我回纳兰府了。好啊，明天等我来接你。我等你。太爷，明天真宇宙和博天宇宙。明天你是无敌的。岳父、岳母，我会带小家好的。好，好，走。叶关哥，等等，聘礼你还没给呢。杨家聘礼，仙宝阁，多谢。走，回叶府。是因果几番轮回，可能远方竟相像三生梦卷，百岁山哭幻灭，空只有衰草般黄昏。三在洞房快乐。得找机会让这二丫姑娘把称呼改一下，这一天天孙子孙子的叫，实在是有些不妥呀。就在这时，那小白突然拿出一颗大蛋，就要按下按钮。见到这一幕，叶关眼皮顿时为之一跳。这个小家伙想做啥呀？啊！鞭炮可以放，这个不可以。我知道这个炸得更响，但是这个会出人命的。啊，我的个妈耶！暂时因果几番轮回，可人
放进深深。儿子，孙子，我来了。老爹，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要知道我结婚的时候也没见你来呀，你当时也没有邀请我呀。这儿子结婚还要主动邀请当爹的，你在逗我玩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当爹，谁第一次当爹有经验呢？好孙子，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今天是小官的大婚，你不要搞事情。怎么会？这是爷爷的随礼，谢谢爷爷。这是谁呀？这是我结拜大哥，你得叫大伯。大伯，跟你爷爷和你爹一样强啊！见过大伯。你爷爷老是与我说你很不错，现在看来确实可以。家族基因好，基因好，基因好。哎呀，这小家伙拍马屁就是牛啊，佩服。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见过。哎，当初玄界那块石碑。闻言，叶关顿时想了起来。当初在玄界，自己剑道境界之所以能够提升，正是多亏这位大伯留下的那一段话：3尺清风剑，何人不能杀？霸气啊！有熟悉的气息来了。此刻起，谁也杀不了你。我说的。谢谢姑姑。姑姑，我，给我也来一刀。小屁吃。完美，来得如此之齐，刚好可以一网打尽，团灭尔等，真是完美。叶关，这次我将族中1半以上的强者都带来了，足够给你面子了吧？你为何不全部带来？哼！姑姑，场中一点，点谁，谁死。进来！你是谁？滚！放肆！你敢蔑视我？姑姑，追不上。老爹，跑得太快，确实追不上。你骗鬼呢？你会追不上？开始吧。一拜天地。不用拜。哈哈哈哈哈！2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姑姑，还打架吗？可以一战了。可以。等等，我担心。自然是不担心的，只是我想让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好，老爹大哥，你们先去吧，待事情结束，青儿便会来寻你。青儿，这小家伙还缺一些历练，因此我想让他去乱星界磨练一番。不过他一个人前去，我有些不放心，你帮我带一带。前辈，什么是乱星界？一个大帝去了都要苟着的地方。恭喜你，你又要打高端局了，而且是超级高端局。没事儿，他这次有通天带。星儿，除你之外，别人带他，我都不放心，所以就当帮一下我，好吗？带多久？带到大地，你看如何？可。
跟着你姑姑好好修炼。好的，好的。给你半个时辰入洞房，快去。你想阻止他们大战？青儿不出手，老爹与大哥即使切磋，也不会飞到一定要分生死的地步，因为他们最终想杀的其实是青儿，或者被青儿所杀。因为当年他们二人都曾败在他手中的缘故。青儿姑娘应该已经看出你的想法。这是肯定的，她那么聪明，她只是不愿意去救我罢了。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能拖一时便一时吧。可我怕他破小关的道心。我觉得不会，这小家伙心性极佳，不会被青儿破道心的。相反，青儿还能制止他身上的一些花里胡哨。你这当爹的都花里胡哨，凭什么不许他花里胡哨啊？再者，就算花里胡哨又如何？我觉得挺好的。姑姑，我想先去一处地方寻一位故人，可好？姑姑，我们去石村。走吧。哎，你这野丫头又来偷吃！你这般吃法，哪个顶得住嘛？啊！别说，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等吃完这一顿，下一顿我就不吃了。你还记得我吗？愿意跟我走吗？不。这个给你，这里面有好多吃的，都是你喜欢吃的，你留着慢慢吃。好，我走了。他还是不放心你，所以让我来看看你何时恢复记忆的。见到他的第一眼，我也未曾想到，见到他的第一眼，曾经的一幕幕便是如潮水一般涌入我的脑海深处。为何不与他走？爱过，得到过，够了。你呢？一直跟着他，有何打算？怎么，怕我对他不利？你这人，许多时候想的比大姐还多。去吧。你呢？我想在这里多待待。离开石村之后，叶关一路无话，眉头微锁，心事重重。其实在见到八婉时，他就知道对方已经认出他了，不过对方选择不认他，对此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也不想强迫八婉。莫要为此事介怀了，好好修炼，好好提升实力吧。叶关点头，当务之急是好好提升实力，毕竟与那执剑者可是还有个1年之约。逼都已经装下，到时若是打不过，那丢的可不仅仅是自己的脸，还有整个关玄宇宙的脸。毕竟现在他可是代表着整个关玄宇宙的。姑姑，小塔常与我说起你。小塔顿时紧张起来，有些不知所措，生怕这小小主乱说话，然后自己从这世上彻底消失啊。说什么？他说你杀人从来不用第二剑，是真的吗？你觉得呢？我觉得以公公的实力，莫说是杀人，就是毁掉现在已知的所有宇宙，应该都用不了第二剑吧。错了，把应该去掉。准备多久到大地？希望晚一些，因为这样就可以向公公多学习一些，而且公公在这里，老爹肯定也会时常回来的。姑姑，我有一招剑技，我施展给你看看，你指点指点可好啊？不好吗？你不过17、18岁，剑道信念如此之坚定，莫说放眼如今这时代，即便是放在历史长河之中，亦是凤毛麟角，极其少有。但是于我个人而言，你这剑道却还是有着不少的缺陷。怎么说？你的目标是无敌，
何为无敌？我无人不能杀，无人能杀我。你所谓的无敌信念，不过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罢了。公姑的意思是，我并未见过真正的无敌强者，因此自己言无敌，其实不过是一种无知的表现罢了。初生牛犊为何不怕虎？因为无知，因为他并不知道虎的强大。可若是让他亲眼见识到虎的强大，你说他会不会怕虎？若是他在见识到虎的强大之后，还能不怕虎，想要将其击败，这种勇气才是真正的难能可贵。于你而言，你若是在见到无敌之人之后，还敢拥有这无敌信念，那才是真正的无敌信念。已知天高，还敢登天，这才真的了不起。父亲让公姑带着我去历练，目的就是为此吗？哥哥的目的之一。我定好好与公姑学习。你很优秀，但比哥哥还差一点。叶关表情僵住，这不是为了夸自己，这是为了夸自己老爹呀。小塔无语。平心而论，以天赋来说，叶关的天赋肯定要高于人间剑主的。三代里面，叶关的天赋最为妖孽。当然，在天命眼中，哥哥永远是最优秀的。段心界在何处？北边。